总是不在家一直外食减肥的目标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吗？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最近我总是延迟上传影片，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发现我最近开始变忙了。而且在年初的时候，我的体重更是非常体现了它的不爽ness。不知道你们在那里会这样说吗？在马来西亚的我会。年初的时候体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会是突然暴涨了3到5公斤，而暴涨的体重通常都是水肿和脂肪，不会是肌肉哦。所以今天想要分享一下，在那之后我怎样慢慢的调整自己的饮食。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在这里我会分享营养、健康、食物、减肥，偶尔的 vlog 和其他的影片。喜欢这类型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频道来支持一下哦。今年的出差特别多，吃东西的时间也是超级的不稳定，而且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控制可以选择的食物，那应该要怎么办？在我慢慢的摸索和学习之后，接下来的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方式，要给你们参考一下。另外你也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的另一个在外面应该要怎么吃的影片哦。今天的这个影片是我目前的做法，先分享3个重点。那我们开始吧。第一点真的很重要，先看看你在一天里面有什么是可以控制的餐。以我作为例子的话，我的出差通常就是住酒店，就饭店，在马来西亚我们叫酒店啦哈，所以为了避免我混乱，我会继续说酒店哦。所以我出差的时候都能够吃到酒店里的早餐，这个就是我可以控制的餐。如果你可以选择午餐，但是晚餐通常有聚餐不受控制，那你可以控制的餐就会是午餐，以此类推，每个人都不一样哦。好，那知道自己可以控制的餐之后，这一餐尽量选择80%都是原型食物，可以的话尽量100%都是原型食物吧，反正都是可以控制的嘛，对吗？那样的话，你的其他不受控制的餐，就算有一点小意外也就没有关系了。那除了原型食物，也要记得，通常我们外食最困难的，我觉得是蔬菜量。所以我的早餐都会吃2个到3个拳头的蔬菜量，可以的话可以到4个拳头。另外也别忘了要有足够的蛋白质，我通常会吃2个掌心的蛋白质。那上2周我的酒店呢里面就有毛豆，就超级开心，我每天就会吃毛豆啊、豆腐啊、鸡蛋早餐。因为其他的餐最可能让我吃到的蛋白质通常就是鸡肉，最多鸡肉和偶尔的海鲜。通常在外食的时候，我们的碳水分量都会比较多，尤其我目前是住在中东嘛，像是我爱吃的鹰嘴豆泥，虽然它是高蛋白，但是它其实也是碳水哦。而且吃鹰嘴豆泥就会搭配阿拉伯面包，所以是碳上加碳。所以在我可以控制的这一餐就是我的早餐，我的碳水量只会是半个拳头而已。那我其他的2餐就比较可以少烦恼一点点。另一个外食的问题就通常是食物都盐分高，口味比较重，那就很容易会造成我们水肿。在讲方法之前，你们可以先尝试跟服务员要求少盐哦。我之前吃合菜的时候不懂用词，对吗？在马来西亚我们叫菜吃饭 ，OK， 我就会跟服务员说我要少盐，然后来的菜它真的也少盐了，食物也更好，而且我不会因为想要 compensate 菜里面的盐分而吃更多的饭，所以可以先优先考虑这个做法哦。那消水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知道吗？不是不喝水哦，恰恰相反，是应该要多喝水。所以就算我出差，喝水的几率真的会稍微少一点，我还是很努力的把饮水量补足，一天的目标3000毫升。但是如果你本来就喝不多水，也不要一下子的喝到3000毫升哦，先从2000毫升开始，每天起床的时候1杯，每一餐饭前1杯，这样子就已经1000毫升了，中间再穿插4杯水就可以了。我自己是慢慢的调整到3000毫升了，因为我需要出差很多嘛，所以你们也可以慢慢的增加哦。但是我也知道啦，
出差真的太难达到我们的水量了，我就是常常不达标。但是我们是需要把这个目标放在心里面，记得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没有喝水，你就喝一些。一整天下来没有达标不要紧，你做好了5分好过你最后拿0分哦。我的做法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先喝500毫升，然后每一餐的餐前和餐后都各喝1杯水。通常餐后不会一下子就喝1杯，是会慢慢的喝完那1杯，然后在中间只要再穿插1到2杯水，我这一天就达标了。虽然是出差的情况，但是只要是周围有厕所的话，就不要有那种怕上厕所而不喝水的情况。因为我之前就是那样子想的，我感觉应该有人也会跟我一样子的想法。那接下来出差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有聚餐或者是应酬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是我有深刻体验的2种情况，一种是有喝酒，另一种是没有喝酒。那无论有没有喝酒，如果你是一人点自己1份的食物的话，我个人就会尽量从菜单里面选择一个有足够蛋白质和蔬菜的食物。蛋白质最好是低脂食物的来源，像是鸡胸肉啊、少油脂的鱼或者是虾。所以像是鲑鱼、salmon那种呢，我暂时不点。不是不好哦，而是我知道外食，而且是一直连续的外食，很可能我的油量会被我低估了，所以我就尽量选择比较低脂的蛋白质。而且我也知道在聚餐的时候通常都会点前菜 appetizer， 而前菜经常就会伴随一些油炸物，所以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呢，我就会选择喜欢又想要吃的东西。我也会很social的跟着吃那些油炸物和前菜，不会完全不吃哦。这样的话也可以稍微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嘛。但是主食的话就要自己可以掌控的了，选择自己想要吃或者是喜欢吃的食物。那如果是在大家都 share 的食物方面，就从那些食物里面选择足够的蛋白质和蔬菜类，尽量选择原型。我一直在讲蛋白质和蔬菜是想要不吃碳水吗？被你发现了，才不是，我才不要不吃碳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那为什么我一直专注在讲蛋白质和蔬菜呢？因为吃外食的时候，这2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碳水反而是最容易可以得到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吃饭的话，我通常就会选择1个拳头的分量，多一点点没有关系，因为我早餐只吃半个拳头嘛，是不是很有先见之明？那如果有油炸物，记得它们的外衣是有碳水的哦。所以像是当你有饭、面、面包、马铃薯、地瓜、芋头、南瓜，这些记得要先尽量讲出来，不然大家就以为是蔬菜了。这类型的淀粉都需要再做一个稍微调整，这些全部加起来1到1.5个拳头里面就可以了。那酒精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像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会点1杯喝整碗，主要是拿来social而已。女生尽量最多1杯，男生最多2杯，然后碳水量也稍微降一点点，也尽量选择少一点油脂的食物。如果真的没办法，另一个做法就是当你知道当天晚上需要聚餐，而且需要喝酒的时候，今天可以选择吃小份一点的午餐，但是还是要吃哦，而且也要吃至少有半个拳头的淀粉，2个拳头的蔬菜跟1个掌心的蛋白质。那样的话，你的晚餐就可以吃正餐的一餐加1杯酒。所以今天分享的3个重点，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比较适用呢？我自己是3个都有在用。我的酒店早餐就确保了我当天至少有足够的蔬菜，让我在另外2餐的时候可以稍微少烦恼一点点，少一点蔬菜没有关系。喝水呢，也让我就算连续吃外食重口味，也可以稍微减少一点点的水肿现象。最后聚餐选择吃的食物也很重要，但是我分享的这些不代表就不能享受美食哦，我的每一餐还是可以吃得饱饱的。我以前一直觉得这样子做的话，让我剥夺了让我开心的美食，或者是很不合群。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一点想太多啦。
因为到最后还是我还是做选择的那一个人，只是我现在更注重的是质而不是量，我专注在可以控制的食物选择，而不是那些不可控的范围里面。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帮我点赞和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